欢迎来到魔剑队，我是雷系教师阿卢。如果是第一次看阿卢的影片，记得按下订阅哦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2次的团练啦。今天的话呢，来练习的是基础零件，但是呢，这个基础零件我们又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好，如果是阿卢的话，我可能是用右基准面去画它的这个闪电的形状，然后呢，用它的薄件去做长料，往两侧对称长85。那中间的这一块就是这个闪电的形状，我先做好之后，我才去做它有一块看起来像圆柱，但是它里面又有薄壳又有钻孔，或者是涂料都可以。各位会怎么去画它？好，我们可以把它拆成2个部分，一个是闪电，第二个是圆柱，就是这个看起来像什么衬套的样子。好，那他说呢，它是一个可能要抓几个尺寸吧。那你想要用上基准面当这里吗？往上70，往下63，再往下一个60。遇到广告的时候呢，可以多看10秒钟哦，这样能够帮助阿如持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。好，上基准面我们先抓几个平面哦，总共要3个嘛，先往上70，然后呢上基准面再往下63，往下哦，63的呢再往下60。OK， 好，3个面我们抓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可以用右基准面去拉一下。好，我们唯一指的是谁？是这一只点加平面锁起来，点加平面锁起来。然后呢，再来是它要转45度吧，这样，然后再一个直的，对对对，好，点加平面锁起来，点加平面锁起来，再给它标一下角度，这里要45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，没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右基准面新草图投影复制出来长料。那它有时候会预设跑曲面，或者是没跑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自己去切换一下薄键，然后呢点一下草图2。那我们可以转右基准面看一下目前看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应该是要往外长的，往外长啊。厚度多少？厚度是12。那宽度呢？宽度呢？宽度我们要两侧对称，对称，然后总 total 是85，有没有？那这样形状出来之后，我们再去加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们这里要圆角，对不对？好，R25，一个边，2个边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地方又要去做除料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们用前基准面来画，直线给它一条。那看起来的话，它那个直线应该是跟我们的圆产生同心圆吧？我们测量一下是不是35？哎，对，没有错，那就是同心圆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它的半径是10，所以我们沟槽做一下。那我们可以把直径尺寸拿掉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对它点2下。哎，我记得它好像可以调整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我先把它拿掉，标尺寸，然后R10没有错。哎，不能吗？还是那个是在标工程图的时候才可以切换？有一点忘记呢。OK， 好，没关系，没问题的。那下面的话，
我觉得应该是对称的吧，对不对？那我回缩放先拉上来一下，上面的面，然后呢，下面的面做一个新平面。好，这个面呢就是中间面。啊，其他的你可以先隐藏起来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可以用这个中间面来做什么事情？做近色。好，那上面的圆角有了，哦，我下面也一起做一做好了，25。再下来，好，草图3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前基准面画草图，参考，复制出来，然后呢，主料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因为我刚才开的是薄键，所以要记得切换回实体，移除，点草图4，往另外一个方向承袭至下一个几何。那下面的话呢，就会变成是近色，用特征近色下来，加上我们的平面4。哎呦，太远咯差太多咯好，那这样子失败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多做几次，我们变新件好不好？变新件，然后呢，它就会变成2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下面这个不够长没关系，我们有移动面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用移动面承袭至图源，啊，让它移动到这边，再去用那个布林运算插几啊。工具是谁呢？工具是这2个零件啊。目标是谁呢？目标是我零件1。哎，有没有？这样子洞就开好了。你还要不要再画2次？哦，不用，画1次就好，不要那么辛苦。我们可以的话，就是尽量画1次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是它中间那个地方有做一个圆形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一样用，它好像不对称哦，啊，没关系，这上面的面做一个新平面，往上变成18。好，在平面5上面呢来画，按右键。正视与草图平面，给它2个圆，然后呢，一个是长料圆，一个是除料圆。好，标一下尺寸，长料圆的部分是直径56，除料圆的部分呢是直径30。哎，等一下，不是56，是75，我看错了，因为它字体不一样。哦，这个就有好笑到。好，给它2条中心线。要中心线做什么事情呢？哎呀，我不小心产生过多的限制条件因为你有那个中心线啊，你就可以让它等长等近，自动帮你抓到这个零件的正中间，2条选起来等长等近。好，75、30，好 ，OK， 我们这样就完成了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啊，平面5再画1次，参考图源，把大圆复制出来做长料。那往下长，长多少呢？我要新建。那他说他要薄壳，好，那你就不用再做一次除料了，好吗？我们直接用薄壳来处理它。那我知道的尺寸是75，然后它薄壳完之后，那个里面的直径尺寸是56，所以75减掉56除以2就是9.5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用9.5来剥壳。点下面的面啊，你可以 double check 一下，是不是56啊？对，没有错，很棒。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还要干嘛？哦，它那个地方是不是一个除料啊？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我建议你零件1先隐藏一下，我们去做偏移曲面，厚度先打0，因为预设它可能会跑25或者是跑多少，我不知道。那预设一定是一个某个数字，除非你已经有跟阿卢使用过那个偏移曲面了，所以0先打下去，
零先打下去就对了，一定要先打0哦。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一定要打0。我害怕你没有打0。OK， 好，那你就复制出了一个曲面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把零键1再叫出来一次，有没有？用这个曲面去做曲面除料，但是 OnSharp 没有曲面除料，它只有分割，因为它把整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就是用分割来当做曲面除料。零键1就是本体，拿来当做菜刀的就是我们的曲面1。看你要不要保留工具，反正呢保留两边的勾勾不要勾就对了。那它现在外面变淡了，就表示外面会被我去除掉，里面被保留下来。你切换一下箭头，那它这样子的话就变成外面保留下来，里面去除掉，这就是我要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再把零件叫出来，有没有？它这样里面就帮你挖空了。你再去做布林运算里面的连级，零件1、零件2，把它组合起来。我不小心打叉了。要注意不要打叉哦，打叉你就刚刚很辛苦的画个某个东西，然后你打叉，然后它就撒油难拿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好，小圆复制出来切换一下，我要实体线，然后去做除料，移除成型至下一个几何打勾，有没有？这样子形状我们就都做出来了。很棒。非常棒，我们这样就完成了呢。要不要做圆角？要吗？哎呀，编辑一下，编辑一下。我要改名称呢，怎么改？有了有了，重新。刚刚为什么没有看到重新命名？刚刚是我怎样按错了吗？还是我眼睛滑康没看到重新命名 ？OK， 好，那看看有没有要加圆角的地方啊？这个地方有没有加？加一下嘛，加一下1啊。1好像太小1加12多少啊？13。看起来可以了。好，再往下，然后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要加圆角的啊？修饰一下3，因为1真的太小，3真的太大，2吧。很多意见呢。好，倒角2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然后呢再往下，这里有吗？这里没有。5出现问题是什么？哪里出现问题呢？我告诉你，就是本来这里是边线，因为我加了圆小之后，那个边线就不见了，所以我会建议你再把它那个限制条件把它 delete 掉，点加圆角的边线锁起来，点加圆角的边线锁起来这样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再往下。好，这里要不要加一下？可以哦，可以加哦，加小一点就好。好，可以，倒角1就好了吧？好，检查一下。very good， 都加上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哦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每周的团练就不会错过啦。